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8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锐步的 Answer 5。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00至01赛季的成功之后，艾弗森可以算是达到了自己的个人荣誉的巅峰，常规赛 MVP、全明星 MVP。得分王，并且还单核带队进入了总决赛，硬刚由 OK 组合率领的湖人。虽然最终没能成功捧杯，但是这也是艾弗森离总冠军最近的一次了。而经过00至01赛季之后，艾弗森的人气也应该算是到达了一个巅峰，球迷们对于当时的76人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期望。但是01至02这个赛季，他们最终只取得了季后赛一轮游的这么一个成绩，而那一个赛季，艾弗森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双 Answer 5，鞋身依旧使用了全皮质的鞋面，在鞋头以及后跟处使用了漆皮材质，内部的填充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在鞋身以及鞋底上面都印有 DMX 的字样，也确实啊，这个复刻的版本确实真的是带了 DMX 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购买这一双鞋的原因，我也想体验一把那种流动气囊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过真的在穿着体验了之后还是挺失望的，虽然它确实带有 DMX 气囊，用手去摸感觉还是挺明显的，但是真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基本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上脚之后唯一给我的感觉就是硬，不管是前掌还是后掌都非常的硬，你去很仔细的感受它的中底，确实啊能够体验到那么一点点的那一种气体流动的感觉，但是真的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感觉不到。不过好在它的中底泡棉还是比较厚的，它在缓震方面的表现也还算勉强能够接受，在正常实战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不会有震脚的感觉出现的，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较硬的中底泡棉让它在反应性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中底完全不会有泄力的感觉出现，但是较厚的中底同时啊也让它在场地感方面有些许的损失，跟现在的后卫鞋相比，在场地感以及灵活性方面都是没法比的。它的大底造型棱角十分分明，没有丝毫的弧度。其实像艾弗森这样的球员更加适合一些弧形大底的篮球鞋。不过由于当时的篮球鞋在设计方面还并没有类似的设计出现，所以这一双鞋在灵活性方面只能依靠降低鞋帮的高度来进行提升。但是其实鞋帮高度的下降对于灵活性的影响是比不上大底造型的变化对于灵活性的影响大的。如果你喜欢变相，喜欢像艾弗森一样打球，单纯从实战方面出发，肯定是现在那一些搭载弧形大底的篮球鞋会更加适合你。说到它的大底，不得不说一下它的抓地表现。其实刚刚拿到这一双鞋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它的抓地表现。球鞋在前掌的纹路还算比较正常，但是后掌几乎没有什么纹路，只是薄薄的一层颗粒。我非常担心啊，穿它打球会抓不住场地。但是真的穿上它去实战之后，我才放下心来。在干净的场地上面打球，在做侧向蹬地或者是变向动作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即使场地上面有灰尘，只需要擦拭一下鞋底，它也能比较好的抓住地面。不过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大底面上这一层细小的颗粒会慢慢的被磨损掉，在磨损掉之后，它的抓地力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这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到。当然，如果你直接选择用它来进行室外场地的实战，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这一双鞋的大底橡胶在硬度方面是非常硬的，在硬度机的测试下，读数高达75，硬度非常高，即使是用来打水泥地也完全没有问题。它对于场地的适配性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所有的场地它都能够驾驭，并且它对于打法的适配性也比较广。偏硬的中底泡棉加上它中间位置处的大面积硬质 TPU， 让它在前后掌的过渡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不管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跑动的感觉都是比较不错的，并且球鞋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也比较合理，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好在这一种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不管是打全场还是打半场，选择它都没有问题。当然，我前面说的这一些啊，都是它中底以及大底方面的适配性，确实是比较广的。只要你对于脚感偏硬的篮球鞋并不是特别的排斥，那这一双鞋你就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购买它，想用来打篮球，并且你对于艾弗森并没有什么情怀的话，我会告诉你，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因为它的鞋面
真的非常糟糕。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并且内部的填充也还算比较扎实，对于脚型的适配也还算比较广，基本上大部分的脚型都可以选择它。但是它在前掌的鞋头上方空间非常大，加上整一双鞋单只只有3对鞋带孔，并且这3对鞋带孔所覆盖的范围真的是非常小，让它在动态锁定方面表现非常的糟糕。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双脚在鞋内的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虽然不会有掉跟的感觉，但是急停的时候那一种顶脚趾的感觉还是时不时会出现的。整体在锁定方面的表现真的是挺糟糕的，前脚掌在鞋内几乎就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鞋面跟脚就像是搭伙过日子的2个人一样，各过各的，交互体验非常差。他们之间的交互可能就只发生在你的脚趾戳到鞋面的那一刹那。不过它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全皮质的鞋面加上大面积的 TPU 上翻以及侧面起到加强作用的漆皮材质，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虽然你的脚在鞋内会产生位移，但是当你的脚触碰到外侧的鞋面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它是可以兜住你的双脚的。后跟处也有大面积的漆皮材质，保证了后跟处的强度，内部也有着港宝的加持，整体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表现十分出色。较硬的中底以及中间部位面积非常大的硬质 TPU 也让它在整体的刚性以及抗扭性方面得到了保证，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出色。球鞋的大底面积非常宽大，并且中底的缓震材料也是比较偏硬的，这一双鞋在支撑以及稳定这2个方面表现的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一双鞋的整体包裹体验真的是比较糟糕的，导致这一双鞋并不是特别适合实战。再加上它偏重的重量，单只42码的 Answer 5重量是470克，真的算是比较重的一个重量表现了。现在的后卫鞋都主打的轻质灵活，但是这一双鞋跟轻质灵活这4个字完全是搭不上关系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低减，如果抛开这一双鞋比较糟糕的动态锁定，那这一双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差的地方，但是它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也都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水平，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糟糕的。除了大底比较耐磨一点之外，可能就只有你钟爱一生的信仰会驱使你去购买这个鞋款。如果你要打球，我真的不推荐，它还是更加适合去压马路，或者就放在展示柜里面当一个摆件。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算比较合适，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